订阅服务和云游戏真的是游戏产业的未来吗？我很早之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XGP 的实惠与便利似乎预示着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索尼在 PlayStation Portal 上的云游戏尝试，英伟达推出的 GeForce Now， 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就是未来。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陷入了一个非黑即白的思维怪圈。如果你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像我一样恍然大悟，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显而易见。大家好，欢迎来到地者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Nice。我曾经拥有过一台 Xbox 360，这台游戏机是和 PS3 一起买的。当时刚脱离父母管教的我是相当疯狂的，一上来就实现了全机种制霸的梦想。以前只能在杂志或者网站上看到的那些让我垂涎欲滴的游戏主机，在那个时候通过打工攒钱外加老干妈配白米饭的节俭生活，他们突然变得唾手可得。那个时候我经常一个通宵就能通关一部游戏，在那台 Xbox 360上，我玩了马克思佩恩，感受了一把子弹时间的魅力，玩了战争机器，领略了什么叫做最强美式第三人称射击。光环更是让我明白了当年杂志上描绘的那些欧美玩家为何如此疯狂。另外 Xbox Connect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体感游戏的乐趣。可是后来的我还是选择留下了 PS3， 卖掉了那台 Xbox 360，因为那个时候的索尼独占游戏相较于 Xbox 的枪车球更符合我的胃口。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决策是对的。自从2013年 Xbox One 在 E3 展会上以499美元的高价捆绑 Connect 登场时，那个要求24小时联网的傲慢政策以及整场发布会都没有怎么提及游戏，而是将侧重点放在家庭影音中心功能上的这种近乎背叛玩家的行为，硬是让如日中天的 Xbox 彻底失去了与索尼竞争的资格。还记得当时索尼在 Xbox 发布会后直接在 E3 现场做了一个如何分享你的游戏的短片，嘲讽值是直接拉满。如今 Xbox 在2024年200万的销量可以用惨淡来形容，而 PS5 在同期的销量则是它的整整5倍。但是请你不要误会，我在这里不是想说 PS5 有多好，主机市场的萎缩以及索尼对服务型游戏押宝的失败，会让索尼很快就深陷类似的困境。任天堂和索尼这两个微软的竞争对手也真的是看准了时机，尤其是处在同一个细分市场赛道的索尼，他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没有竞争的市场里一再的提高主机和会员服务的价格。可怜的 Xbox 被逼到墙角以后，似乎准备开始以 Xbox Game Pass 为基础回归微软总部的大方向，毕竟微软软件才是他们的强项，不是吗？微软这个庞然大物的核心优势始终在他们的软件业务，这才是他们的立身之本。XGP 无疑为整个行业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游戏内容获取方式，它降低了玩家进入游戏世界的门槛，也重新定义了游戏的消费模式与价值结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从初代 Xbox 从光环2时代一路走来的老玩家，你或许会对眼下的局面感到一丝失落，因为那个曾经靠着强大主机性能和核心玩家文化建立起来的 Xbox 帝国，再也不是那个曾经硬派的技术驱动的硬件品牌了。某些厂商甚至贴图都没升级，把老游戏不断的移植到自家的新平台，然后就要卖你游戏刚上市时候的原价。另外的某些厂商稍微好一点点，他们给游戏打上所谓的重制版标签，其实游戏根本就没有发售几年，新版本也没有啥升级，纯就是一种找借口再卖一次的营销行为。
而就在不久前，微软突然在没有任何宣发的情况下，以$50的价格推出了上古卷轴4的高清重制版。我刚准备称赞微软在上古4重制版的定价策略上比较有诚意的时候，他们突然宣布了除了 XGP 以外，旗下的 Xbox 主机在5月1号之后全部涨价。第一方游戏更是将会和任天堂一样，在年底提价到$80。我心中真是10000头羊驼跑过，你都烂成什么样了？怎么还有脸涨价？跟你一个赛道卖的比你好的万恶的索尼都还暂时没动第一方游戏的价格，你竟然比他还快！最逆天的是，他连配件都涨价了，手柄都比以前更贵了。后来看到他们公告上说他们会致力于让所有玩家在所有屏幕上玩到串流游戏，我突然意识到涨价这种反常规操作的背后可能也有着一定的原因。微软应该是要放弃常规主机硬件，然后 all in Game Pass， 可能以后最多就只会出个专属的串流掌机。我个人认为，因为 XGP 的存在，微软可能觉得自家主机和游戏本来也没有多少销量，主机和游戏的涨价反而能够推动用户更快地转向 Game Pass。当然了，我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也许他们的管理层就是要跟风涨价而已。我期待更多的厂商意识到游戏售价高于玩家心理预期售价的不可持续性，让游戏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毕竟在全球当下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动辄$70、$80的游戏价格对大多数玩家来说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既然谈到了涨价这股风气，我想说现在的游戏行业真的是疯了。任天堂、索尼、微软他们全部都涨价了，而因此游戏行业正在面临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的游戏市场已经严重饱和，玩家们面前有太多的选择。光是最近半年就有怪物猎人荒野、马里奥赛车世界、漫威争锋、天国拯救2、33号远征队等一大批作品扎堆上市，更不用说还有无数中小型作品在不断涌现，服务型游戏、二次元游戏每个月都有新游戏上线。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游戏厂商们却还在不断地提高价格，这显然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在游戏太多、玩家选择太多的情况下，继续提高价格只会让更多的游戏遭遇商业失败。相反，适当降低价格反而可能带来更高的总收益，因为它能吸引更多价格敏感的消费者。这种思路其实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得到了证实。当市场趋于饱和之时，降价往往比涨价更能带来理想的商业回报。游戏行业之所以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主要的厂商之间缺乏真正的竞争。索尼和任天堂各自占据着不同的细分市场，长期以来相安无事，而 Xbox 的示威更是让这种缺乏竞争的局面雪上加霜。而且现在大厂动不动就100人开发、1000人开发，这种臃肿的开发模式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实际上，很多大厂的核心开发人员确实很有天赋，但如果你要他和300个人同时沟通，那还是和只要跟30个人沟通的形式有很大区别的。大规模的开发团队难以保持整体上的一致性，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往往没有灵魂，而且成本太高，生产周期又太短，导致他们不敢失败，同时也不敢创新，只能为了保险起见，一味的复制粘贴旧做的所有机制啊！有的公司粉还在那边洗地，说什么做游戏也要成本啊，游戏公司也要赚钱啊！我真的是拜托，没人让他雇这么多人做游戏，而且也根本没有必要。我们玩家不应该为他们这些效率低下、漏洞百出的错误的商业决策买单。前育碧开发人员制作的33号远征队就是最好的例子。EA 在前段时间裁员了400多人，我现在反而觉得是件好事，因为真正有远见、有想法的制作人很可能自立门户，在摆脱大厂的魔爪之后重新散发光芒。牛逼！因为微软的 Xbox 部门近几年来在主机大战中节节败退， Xbox 必须寻找新的竞争入口。他们的独占游戏不知道为何近几年来声量越来越少，
既没有索尼那样的独占游戏阵容，也没有任天堂那样的第一方 IP 号召力。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微软似乎终于意识到，在无法通过硬件性能或者独占内容取胜的情况下， Xbox Game Pass，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XGP， 在这些年来早已逐渐浮出了水面，成为微软手中最核心的一张底牌。说到底， XGP 就是在用订阅制的方式，把游戏从单次购买的商品转化为持续服务的内容。这种转变可不只是换个收费方式这么简单，它重新定义了玩家和游戏之间的关系，也挑战了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这个模式对玩家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只需要每个月花很少的钱，就能玩到数量庞大的游戏库阵容，甚至包括一些首发的 3A 大作，比如使命召唤系列、33号远征队、毁灭战士 Dark Ages， 以及未来极有可能登陆的上古卷轴6。很多这些作品通通在第一天就直接登上了 XGP。 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玩家不再需要花大价钱去豪赌一款游戏是否值得，而是可以用试试看的心态广撒网。对于那些口袋紧张但又渴望体验新作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刚需。另外，微软还不断地拓展 XGP 的边界，不仅在自家主机上提供服务，也在 PC 和云端推行 Play Anywhere 的理念。你可以在家里的 Xbox 上玩，出门时在手机上接着继续，存档无缝同步。而像这样的跨平台体验是其他主机平台目前难以匹敌的优势。在如今游戏价格水涨船高的年代， XGP 像是一种温和的反抗，它试图通过更灵活、更具性价比的订阅模式降低玩家的消费门槛，同时提高玩家与平台的粘性。说到底，微软虽然在硬件上失去了先机，但他们正试图用服务和生态在另一个战场上重新找回主动权，而他们想做的是游戏界的 Windows。 说不定哪天你就能在 NS 和 PS 上玩到 XGP 上的游戏了。然而，正如所有看似完美的模式背后， XGP 也并非没有代价。实际上，正是这种海量选择加低门槛的组合，催生了一种新的问题，那就是游戏的快餐化。在过去，我们可能会为了买来的一款游戏认真投入几十个小时，如今却更倾向于试玩几分钟，不喜欢就下一个。这看上去是一种自由，实际上也是一种浅尝辄止的陷阱。游戏从沉浸式体验变成了快速消费，从情感陪伴变成了内容流通，玩家对游戏的耐心和忠诚度被逐步削弱。与此同时，对于独立开发者来说，他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生态压力。加入 XGP 看起来是增加曝光度的捷径，但这份曝光的背后是一个高度不透明的算法逻辑。现在一款游戏是否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吸引订阅用户的点击和留存。游戏的销量或者口碑本身的影响反而正在逐渐变小。这种导向迫使许多中小型工作室不得不做出妥协，更快上线，更强噱头，更少深度。这最终反而压缩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创造空间，使得游戏的质量大幅下降。更别说那些大型工作室，比如 Bethesda 和 Arkane Austin。加入微软这个大家庭，就好比是吃上了大锅饭。开发者不仅失去了压力变动力的气息，游戏质量更是直线下降。星空、红霞岛这样的失败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还有一个更隐秘但同样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平台独占权力的潜在依赖。当 XGP 绑得越来越深，开发商越来越依赖微软的分发资源，一旦哪一天 XGP 涨价，游戏质量下降，或者政策朝令夕改，我们其实很难真正退出这个生态。我们现在看它是一个福音平台，那将来呢？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你不得不使用的垄断封闭平台呢？我很难不去担心这其中的长远后果。XGP 的便利是真实的，但它同时也可能是未来内容创作多样性的一种潜在威胁。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XGP 究竟是不是游戏的未来？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在表层它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创新，是一次商业模式的革命，甚至可以说是微软将软件服务逻辑完美移植到游戏领域的经典案例。他们充分利用了自己在云计算、数据中心、操作系统等方面的既有优势，把游戏及服务的概念推进的前所未有的深入。从商业角度来看， XGP 确实代表着未来可能的方向，可问题在于，可能并不代表必须，也不代表最好。游戏的未来绝对不能只是一种单一的选择，并不是所有的玩家都愿意订阅，也不是所有的开发者都想靠着点击率生存。有的人热爱收藏实体卡带，有的人坚持一次性买断，更有人愿意为一款游戏花费数年时间深入研究，反复游玩。这些人，他们的声音不该被消灭，也不该被忽视。所以我更愿意说 XGP 是未来的一部分，它绝对不是未来的全部。微软想用它构建一个人人可玩、处处可玩的乌托邦平台，但真正理想的游戏未来应该是多元并存且有选择空间的，而不是每个玩家都被统一丢进一个月付10几美元的内容池里，不再拥有对游戏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主机平台、所有的大作都被某种形式的订阅制所囊括，虽然那将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但更有可能的是艺术上的损失。对我们这些热爱游戏的人来说，未来绝对不只是玩得更方便这么简单而已，而是要玩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有选择。XGP 的道路确实走得更快，也可能走得很远，但它绝对不应该是唯一的方向。作为游戏玩家，我们必须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角度看待 XGP 以及类似服务的崛起。它不是洪水猛兽，但也绝不是无懈可击的理想终点。我们既不应该盲目的追随每一次看似便捷的商业创新，也不能轻易否定那些坚持传统、尊重创作本源的游戏形式。毕竟，一个健康有生命力的游戏行业，绝不该只剩下一种声音、一种玩法、一种商业逻辑。真正值得我们期待的游戏未来，应该是多元化的，是技术与艺术并行的，是既有 XGP 这样的革新尝试，也能容纳实体收藏、一次性买断、长线经营等旧派模式的共存局面。在那样的未来里，每一位玩家都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做出选择，而不是被某个巨头的算法和平台的生态牵着鼻子走。或许那才是游戏行业真正该走的路，也是我们这一代游戏人最值得守护的愿景。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 Xbox 或者微软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